台湾大选进入倒计时的时刻，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呢，今天全体台湾人都收到了一个手机的这个防空警报，到底是发射火箭还是飞弹来袭？到底是国防部的工作失误，还是选前在刻意的操控民意？艾森今天跟您探讨一下事件的真相。事先声明一下，我本人在这个大选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偏袒，或者是刻意的想支持某一方。甚至在前一段时间，我还专门发了一个视频，批评王志安对于台湾政坛人物的这个不尊重的这么一个行为。所以我在整件事情当中并没有任何的立场，纯粹就事论事。我们看到，在9月3日下午3点钟左右呢，台湾人手机警报大作，国防部发出了3则的国家级警告，就是警告国人，中国于3点04分发射了卫星。然后已经飞越了台湾的南部上空，请民众注意安全。但是吊诡的是呢，这个警告的英文版本却是飞弹飞越了台湾的上空，所以让人家不明就里冷汗直流，以为这个离战争爆发就只在咫尺之间。这则防空警报是通过台湾的灾防告警广播系统发送到所有台湾人的手机上面的。我们去到这个系统的官方网站，可以发现，其实在台湾有总共23种国家级的示警项目，其中就包括了这个防空警报。一般意义上，我们理解的防空警报，通常是以军事行动相关的，特别是在涉及到空袭或者是其他会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或者是人民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才会使用。比如说，在这个俄乌战争，或者是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军事冲突，都会涉及到，比如说对方会发射一些火箭弹，或者是对方有飞机或者是导弹要袭击过来，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发送这种防空警报。防空警报的威胁一般是指的是来自于空中的威胁，这里的空中威胁指的是敌对国家或者敌方势力的它的飞行器或者是它的一些不明的飞行物，什么东西都好，侵犯了一个国家的领空范围，所以这里主要指的是领空范围的这个空中威胁。这一次事件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发射了运载火箭，想要就是把一颗科研卫星就是发射到外太空。这个行为本身超越了一个国家的领空范围，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民事行为，并不涉及到军事行动。当然，有朋友可能会问到，就是说你发射火箭经过我这个领土上空，万一这个火箭残骸它掉落下来，砸到花花草草，会不会威胁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下面再来回答。我们还是先集中看一下，在这个官方的网页当中，对于防空警报的一个具体的内容跟建议的一些应对措施。在这个网页上写的是空军作战司令部空中管制中心于获知敌机或者不明机情况，判明有进袭台澎地区之可能，并进入我警报发放线，也就是台湾本岛沿海边缘起70海里以内的话，就会下达这个警报命令。所以呢，这个关键词就是在于说，空中威胁进入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澎领空范围，然后关键词就是领空的范围，它并不涉及到外太空。所以这里讲的这个对方来袭的这个飞行物到底是属于飞机或者是不明机，那当中有没有包括飞弹这种情况，这里似乎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我们在后面再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然后呢，在防空警报当中也详细列出了民众的应对措施，比如说民众应该接受宪警及民防人员的指导，确实进入防空避难处所，居家者应该紧闭门窗及实施灯火管制。所以这里的关键词就是防空警报会有非常清晰的如何避难的这个指引。然后我们翻看一下，就是在历史上台湾发布过哪一些防空警报。我们翻看2023年全年的话，比较常见的就是涉及到万安演习的一些防空警报。然后再往前翻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只有和演习相关的一些防空警报。我们以这个万安演习为例，它这里涉及的区域是澎湖、金门跟马祖。
民众的避难措施，包括要求车辆减速靠停啊，然后民众依指引疏散到就近的避难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防空警报的一个案例。如果大家的记忆还清晰的话呢，在去年裴洛西访台的时候，其实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过这个飞弹的实弹演习。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并没有发放任何的防空警报呢？据当时的新闻报道提到，首度有飞弹穿越台湾本岛，包含台北上空。只不过这个消息是从日本曝光，我国也没有发布空袭警报。有军事专家就质疑国军反应慢半拍。对此，国防部则说明，国军精准掌握弹道落点，发射主要飞行路径是位在大气层外，对台湾地面区域没有危害，也就不需要发布防空警报。所以回答之前的那个问题，就是好像根据国防部的这个说法，就是飞弹来袭这种状况呢，应该不属于需要发放防空警报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回到本次防空警报事件当中来，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的防空警告当中并没有提到就是有火箭残骸溅落的危险。虽然在这个防空警报当中含糊其辞的提到过，如果发现不明物体的话请通知警消人员来处理，但这种情况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清晰。比如说，我突然间发现我的办公桌底下有一个垃圾桶，这并不是我自己的垃圾桶，这种情况我是不是需要打电话给消防部门来处理？我觉得这是比较搞笑的一点。另外一点就是防空警报其实也没有要求民众做任何具体的这个避险措施。然后整个防空警报最让人诟病的一部分就是它的这个中文版本跟英文版本有明显的歧义。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文版本它讲的是发射卫星，但是在英文版本它使用的不是火箭或者是卫星这些民用的一些词汇，它用的是 missile， 这个是军用的一个词汇。把火箭翻译成飞弹，那就会造成非常明显的一种歧义，也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恐慌。有些人可能会说，那这个是英文missile 本身这个单词它就有歧义，它既可以指是飞弹，它也可以指是这个抛射物，因为火箭本身也是抛射物，这也是国防部长在回答质询的时候的一种说法。发射卫星要国家级警报吗？当然了，因为它也是一个投射器一个火箭的投射器。但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就是推诿跟甩锅的行为。我们知道在英文的世界当中有5大权威的英文词典，分别就是比如说牛津、剑桥、朗文，然后韦氏词典，最后就是柯林斯5大词典。我们如果用这5大权威词典来查这个英文单词的话，我们会发现在4大词典牛津、剑桥、朗文跟柯林斯这4大词典当中，关于 missile 这个单词的这个解释第一项都提到了，这是一种 weapon， 是一种武器。然后只有关于这个词条的第2个解释当中才会提到说这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抛射物。而我们台湾的媒体在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它恰恰只是挑了最后一个就是韦氏词典的解释，然后告诉民众说这个因为英文 missile 这个单词本身就会有一些歧义。我觉得这里不免有一些刻意操控的嫌疑。而根据韦氏字典 ，missile 也可指各类被投射、抛掷的物体。5大权威词典的解释，其中4大你都不看，然后你专门挑了第5个，就是把这个 missile 的有歧义的这个解释放在第1条的。你选了这么一个证据来说明不是国防部的问题，是英文单词本身的问题，我觉得是不具备说服力的。换一个角度来看，就算真的是英文单词本身有歧义，你作为国防部的专业人员，如果你连这个火箭跟飞弹都搞不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更严重。因为说实话，台湾海峡这么一个高度敏感的地区，重大的误判是很容易造成擦枪走火的。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冷战期间是吧？如果苏联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它的火箭经过美国领土上空，然后美国国防部的人员五角大楼他把这个火箭误判成为这个
飞弹，然后火急火燎的向总统通报说啊，苏联向我们发射了飞弹。然后，如果美国总统一旦下令说我们马上核反击，然后一个按钮按下去，那这个世界就已经毁灭了。所以，如果台湾国防部真的是把这两个单词都混为一谈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对，那所以说到底是不是在选前刻意的操弄民意呢？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较。这一次呢，并不是对岸中国大陆第一次发射这种火箭，然后为了发射这个所谓的爱因斯坦探针号卫星呢，中国从西昌使用了这个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来发射。我们知道呢，长征2号丙它是一种2级的这种运载火箭第一级火箭它就是完成了把火箭推离大气层进入外太空的这个任务以后，它就会从舰体分离脱落，然后溅落到地面。所以因为这个任务本身是为了把火箭推离这个大气层，也就是意味着说这个一级火箭在舰体本身离开大气层之前就已经脱落了。所以我们会看到，通常来说，从西昌发射的这个运载火箭它的这个火箭残骸一般来说会溅落在贵州和湖南西北部这些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而我们看到本次新闻报道当中这个运载火箭在飞越台湾上空的时候，其实已经处在这个大气层以外了，也就意味着说，它这个火箭残骸脱落溅落的危险对于台湾地区来说是不存在的。而事实上，我想根据我已知的这个信息来看，台湾地区也的确是没有就是碰到过类似这种火箭残骸溅落伤害到人畜的这些新闻。所以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基本上可以回答之前的那个疑问，那就是到底这个运载火箭飞越台湾领土上空有没有这个舰体残骸脱落溅落的危险呢？我觉得这个回答应该就是没有。一般来说，对于这种民用的运载火箭的发射，它都是有这个既定的时间，然后它也会公布在相关部门的这个网站上，告诉你什么时候我们计划发射一颗什么卫星进入什么轨道，大概会经过什么这个什么的飞行的路线跟轨迹。它并不是临时突然之间发射的。所以以前如果大陆发射这种运载火箭的时候呢，台湾相关部门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做一个说明，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就好了。军事冲突当中采用突袭的手段，然后突然间发射飞弹这么一种情况，其实我们台湾历史上也是从来不荒的，因为我们有美国雷神公司提供的这种非常先进的铺路爪预警雷达，他们可以提供对于长程这个弹道导弹的预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年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进行实弹的这个飞弹演习的时候，我们的国防部有非常大的信心，就是说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掌握弹道的轨迹和弹道的落点的这么一个原因。所以说实话，台湾国防部它其实是非常清楚本次这个运载火箭的发射对于台湾本岛是没有任何威胁的。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国防部一再强调，国军运用了联合勤监侦测系统，周密掌握相关的弹道动态、轨迹等资讯，适切警戒与应处。而且本次空袭警报没有要求民众做任何比如说就近疏散等等应对措施，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就是国防部非常清楚本次火箭发射其实对于台湾不存在切实的威胁。在明知没有实际威胁的情况下，还要通过灾防告警广播系统以紧急事态的方式来警告所有的台湾人，在选前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人为的制造这种恐慌，我觉得不是非常恰当。到底是不是在操控民意，我觉得这个结论也非常简单。首先，在有真的飞弹来袭的时候，你不做任何的这个防空警报。以前在对岸发射运载火箭的时候，你也不做任何的防空警报。不管你到底能不能够分得清到底是火箭还是飞弹，
既然从来都没有发过防空警报，为什么在明明知道没有任何威胁的情况下，在选前这么关键的这个时刻要发这个防空警报呢？让人不得不质疑国防部背后的动机。上一次真正发射飞弹横越台湾的上空啊，就没有发这个国家级警报，所以你们现在是怎样？碰到选举制造紧张吗？对，你还讲说是飞弹？作为一个非常敏感地区的这个国家的国防部，在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像一个火药桶一样的地区，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防部搞不清楚是运载火箭还是飞弹的话，那是这个部门的失职和无能。明明知道是民用性质的火箭，却要有意的将其混淆成军事用途的飞弹，故意制造恐慌来干扰选前的民意。我觉得这已经是涉嫌刑事犯罪了，应该被逮捕和起诉。说实话，我个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还是感到有点失望的。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应该要对自己自信一点。虽然我知道，就是柯文哲他的民众党可能会分流掉一部分原本支持绿营的这个台湾人的这个选票，所以对于这个绿营的支持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焦虑和不确定。但是既然4年前、8年前，台湾人都一再曾经做过正确而且理性的选择，那为什么今年你又对台湾人如此的不自信了呢？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利用自己的公权力，滥用职权，滥用国家资源来为政党谋一己私利，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无耻的行为。我不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但我个人对于蔡英文总统其实是有好感的。我本人甚至对于国民党其实是有一些反感的。前2天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们说起由这个蔡英文总统赖清德还有这个萧美琴3个人主演的这个短剧在路上，其实我们一聊起来的时候还是赞赏有加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次防空警报事件还是让我对于民进党的好感下降了很多。这种狼来的故事如果一玩再玩的话，一旦玩脱了，其实最终受累、最终受苦的还是我们最广大、最无辜的台湾人民。非常感谢您观看艾森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